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现在的萝卜好吃又便宜，今天就分享一道炸萝卜丸子做法。但是有朋友会问，做萝卜丸用面粉好还是淀粉好？其实最忌使用它们，这样容易导致丸子变得过硬或容易回潮。现在跟大家分享正确的做法，这样炸出来的萝卜丸子外酥里嫩，鲜香味美，特别好吃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跟着视频看看这道美食是如何制作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一根白萝卜，现在一定要多吃白萝卜，它是一种营养丰富、功能多样的蔬菜，适合日常饮食中加入。再用削皮刀将萝卜皮削掉，萝卜皮上会有残留的农药或杂质，也可能带有轻微的苦味，口感较硬，会影响整体口感。接着将萝卜的头尾切掉，然后把萝卜切成薄片，尽量切得薄一些。切好后，再改刀切成细丝，越细越好。如果想省事，也可以直接使用擦丝器将萝卜擦成细丝。切好后，将它放入大碗中，加入1大勺食盐，用我洗干净的小手搅拌均匀，使每一根萝卜丝都能均匀裹上食盐。因为萝卜丝带有一股辛辣味，食盐可以有效去除这股辛辣。在这个步骤中，许多人选择焯水，但这样会导致萝卜的鲜味流失，因此先将萝卜丝放在一旁腌制15分钟，把萝卜丝多余的水分腌出来。接着准备几个浸泡好的干香菇，把它切成细丝，它的味道浓郁，经过浸泡，香气会更加显著，带有独特的木香味。这种香气是鲜香菇所无法比拟的。再给它切成小丁，也不用切得太碎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几根小葱，把它切成葱花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一块瘦肉，先把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，尽量保持均匀。再切成末，要切均匀一些，以确保口感一致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现在我们的萝卜腌制的差不多了，可以看到腌出了不少水分，萝卜也变软了许多。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彻底清洗一下，以去除表面的盐分。这样处理过的萝卜吃起来不会咸，口感会更加清爽。清洗后控水捞出，准备一块干净的纱布，将洗好的萝卜放入纱布中，用纱布包起来。用力挤压纱布，尽量将萝卜中的水分挤干，挤得越干，成品的口感就会越好。挤干水分后，将萝卜放在案板上，然后将萝卜丝切一下碎，不用切得太碎，随意切几刀即可。这样挤丸子时会比较容易起，而且形状也会漂亮好看。切好后放入碗中，再把刚才切好的配菜全部倒入碗中，
接下来，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加面粉或淀粉，直接加淀粉会导致丸子有些发硬，而加面粉则可能使丸子中间变得黏糊，口感也不佳。因此，今天我们不加淀粉和面粉，而是选择加入馒头。我们准备2个昨天吃剩下的馒头，先把它掰成小瓣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小颖每天都会分享简单实用的家常菜。如果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记得给小颖点个赞哦，或者留言转发一下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将馒头放入料理机中，利用它来代替面粉和淀粉来制作丸子。这样做不仅营养丰富，而且口感更佳。很多朋友在使用面粉或淀粉时容易掌握不好比例，导致丸子吃起来干硬，口感差，味道也不香。加入馒头碎后，炸出来的丸子会更加焦脆可口，做好的丸子更加酥松，放上3-4天依然保持酥脆。不过，馒头碎末尽量打得小一些，像视频中那样效果就很好。把它放入碗中。接下来我们往里边打入2个鸡蛋，加入小半勺食盐，因为萝卜已经用盐腌过，所以食盐不需要太多。然后加半勺的胡椒粉来增香，加半勺五香粉，1勺的生抽，其他的任何调味料都不用放，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，确保馒头碎也混合在一起。搅拌至觉得粘稠，能够抱团的程度就很好了。然后用双手摔打一会，这样能使丸子内部更加紧实。依次做好后，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，在锅中烧油，将油温加热至放下筷子时，周围会起几处小泡泡，油温约为4成热。将团好的丸子一个个放入锅中。丸子刚下锅时，油温要稍微高一点，以便丸子能够定型，不散开。待丸子定型后，再调至小火慢慢炸，这样可以确保丸子外酥里嫩，且不容易糊。记得不要一直用大火炸，否则容易导致表面焦糊而内部不熟。炸至丸子表面金黄，并且全部漂浮起来时，说明丸子已经熟了。这时可以控油捞出，将炸好的丸子装入盘中。每个丸子加上番茄酱，美味即成，就可以开吃了。简单美味的炸萝卜丸子就做好啦，不需要面粉和淀粉，而是用馒头碎制作的萝卜丸子。炸出来的丸子外皮酥脆可口，里面既不黏也不硬，口感非常好。这道小吃不仅外皮酥脆，内里鲜嫩，更是健康的选择。用馒头碎代替面粉与淀粉，让丸子更加营养丰富，口感更佳。无论是作为开胃小菜，还是搭配米饭一起享用，炸萝卜丸子都能让人一口接一口，停不下来，香气四溢。咬下去，那酥脆的外皮与鲜美的内馅交融，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享受。挑选萝卜时，要选择表皮光滑、无明显伤痕或斑点的萝卜，表皮应呈现自然的颜色，通常为白色、红色或紫色，颜色均匀。挑选大小适中的萝卜，过大的萝卜可能会变得木质，口感较差，而过小的萝卜可能不够饱满，风味也较弱。拿起萝卜，感觉其重量，新鲜的萝卜应该较重，
质地坚实而有弹性。如果萝卜感觉轻盈或软塌，可能已经开始变质。新鲜的萝卜不仅口感更佳，还能为你的菜肴增添丰富的营养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和收藏。如果想吃但不会做，随时都可以找到我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